美国组建芯片四方联盟有何目的？面对美国的卡脖子，中国又该作何回应？我们都知道，现如今随着国际缺芯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这就导致世界各国都加快了对芯片的研制，以此来满足芯片日益发展的需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各国之间对芯片的竞争，其中中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近年来，中国芯片的发展突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因此也取得了巨大的收获，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中国芯片走向世界的步伐。但是对于中国芯片取得的巨大发展，有许多西方国家对此感到十分大的压力，因此就想要采取各种方法来进行阻止，其中就包括美日印澳四国。此前，这四国为了可以在亚太牵制中国，就组成了四国同盟，也就是所谓的新军事合作伙伴，意在对中国产生巨大威慑作用，并应对中国的挑战。但是近日，据消息称，美国并不满足于此，正在酝酿计划建立一个芯片四方联盟，将包括韩国、日本和台当局，以此来对中国的半导体发展产生巨大冲击，并计划打一场将中国排除在半导体供应链以外的科技战。报道还指出，美国计划组建的芯片四方联盟这个提议出自美国参议院近日通过的2022美国竞争法案。据悉，此法案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快美国科学研究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因此美国为了扩大本国芯片工厂的建设，将会划拨520亿美元巨额投资和补贴，以此来加快这一法案的实施。但是美国并没有按照2022美国竞争法案来实施，反而是有点大相径庭，尤其是芯片四方联盟的提出，这就使美国的野心被暴露出来了，立刻就使美国提出的2022美国竞争法案完全变味了，从通过提升本国半导体行业发展转向了专门来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并给中国设立了半导体壁垒，一直是美国对我国实施科技战的重要一环。根据相关消息可知，这个芯片四方联盟的提议出自美国参议院近日通过2022美国竞争法案的会议。本来呢，这场会议近3000页的法案，其目的都是为了美国科学研究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毕竟为了扩大本国芯片工厂的建设，该法案将会划拨520亿美元巨额投资和补贴。但是芯片四方联盟的提议却立即让本场会议变了味儿。毕竟设立半导体壁垒一直是美国对我国实施科技战的重要一环。虽然这并不是美国首次对中国实行的技术封锁和技术压迫，这也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雇佣伎俩，并且想通过联合其他国家来共同对中国进行限制，以此来限制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对此，有分析人士就指出，美国政府提议与韩国、日本和台当局组建芯片四方联盟，其背后的意图就是想利用这一组织，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外，以此来巩固自己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但是对于美国想要成立的芯片四方联盟，韩国方面就感到难以接受，因为中国是韩国半导体企业相当重要的城市，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均在中国建有工厂，且这些在中国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也占有重要份额。因此，如果对中国进行限制，那么这些在韩国的企业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且不利于在中国的韩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所以韩国方面对此表示十分不满。此外，据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之所以要拉日本、韩国和台当局组建四国芯片联盟，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蓄谋已久的计划。因为从全球半导体行业目前的态势来看，韩国在全球芯片领域拥有一流水平，日本则在半导体、传感器和设备技术上也有较大成就，而台当局的台积电则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因此，这三方加起来基本上涵盖了全球半导体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技术更新领域，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产生巨大冲击。从以上我们可以知道，美国计划组建的四国芯片联盟确实具有超强的实力，而且涉及了半导体行业的各方面。因此，这不仅对中国半导体行业会产生巨大影响，
甚至还会对世界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近年来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此前有消息称，中国芯片制造业得到了飞快发展。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累计芯片生产量达到了3594.3亿颗之高，这也使得中国创下了最新产能纪录。我们细看这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芯片制造业平均一天就能生产出10亿颗芯片，这也突出了中国国产芯片制造的巨大实力。不仅如此，中国的芯片发展仍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而且中国芯片制造产业仍在高速扩产之中，未来我国芯片产能还将进一步增长。据专业机构公布的数据，从2020年到2024年，全球将建成的60座12英寸晶圆厂中有15座来自于中国。对此，有专业人士就分析称，照这一增长态势来看，到2025年时，中国大陆的晶圆产能将能占到全球的17%。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中国芯片的产能占比只有3%左右，这也突出了中国芯片制造发展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世界多国的发展。此外，有消息称，中芯国际所取得的成就远远不止如此。2021年，中芯国际公司营收和利润都得到十分显著的提升。虽然在7纳米技术上还没有取得突破，但是通过官方数据显示，中芯国际14纳米、28纳米的营收收入已经由2020年的5%上升到了18.6%，取得了巨大突破，并且这一数字还在进一步的增长。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中国在半导体行业上取得了飞速发展，这就使美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美国想要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进行限制的脚步，因此才会使美国有这样的想法，以此来限制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但是美国目前计划4国芯片联盟还处于动议阶段，还没有具体实施出来，但是可想而知会受到较大的阻碍。其中韩国就很有可能会持反对意见，因为韩国的几家半导体行业与中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合作，因此会受到美国对中国制裁的深远影响，所以对此韩国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这就很可能会受到来自韩国的阻力。因此中国还有时间对此进行积极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加快本国的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并且尽快完善本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机制，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促进中国半导体行业走向世界的步伐，并对世界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